你有没有发现，活到我们这个年纪，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参加的告别式越来越多，心里总会有一阵莫名的悲凉与恐慌交织。我们这半辈子好像都在为别人拼命，年轻时为了父母的期待和房贷去打拼，中年了又为孩子的学业和老伴的健康操碎了心，好不容易熬到可以稍微喘口气的年纪，却发现身体机能开始处处亮红灯。夜深人静时，摸着眼角的皱纹，听着枕边人沉重的呼吸声，你是不是也曾偷偷问过自己，难道所有的爱恨情仇和辛苦半生熬出来的满头白发，最后都只能化为一缕青烟，什么都留不下？我们总以为两眼一闭，双腿一蹬，所有的委屈和不甘就能一笔勾销，但这其实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错觉。今天我想和你聊一个会彻底颠覆你生死观的话题。我们不讲玄乎其玄的迷信，而是用现代人最熟悉的老电影和放映机逻辑，为你解开藏在佛法里的生死密码。听完这支影片，你不仅能真正放下对衰老和死亡的深深恐惧，更会学会一套每天只要3分钟的清理方法。我会教你如何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彻底斩断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的家庭纠葛，重新找回生命原本的轻盈与自在。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过以前常看的老电影，放映机用久了，齿轮生锈，镜头模糊，就像我们一天天朽坏的肉身，但只要把底片换到新的放映机上，所有的悲欢离合又会原封不动地重新上演。既然如此，当你这具肉身彻底报废时，那个拥有记忆、会爱会恨的你，是不是也有一张可以带走的底片？前几天深夜，我翻开一本流传千年的古老经典寻找答案。我本以为他会用物理常识安慰我，告诉我人死如灯灭，一切永远熄灭，但经典里的一段话却让我瞬间看出一身冷汗。他直白地揭露，躯壳坏了，根本不代表心里的执念会被抹去，只要你还有放不下的恩怨情仇，宇宙的因果法则就会启动强制重播，它会自动帮你找下一个躯壳，把这辈子的痛苦、记忆和执念全部打包带走，逼你重新上台演下一场戏。仅仅肉身坏了根本没用，只要贪嗔痴的包袱还在，宇宙就会帮你配对下一个舞台，推着你开始下一局。如果执念不消，根本没有所谓的永远休息，只有带着旧伤疤的无限轮回。当这个古老智慧告诉我，死亡不是一了百了，而是无法拒绝的舞台转换时，我不仅没有觉得解脱，反而感到深深的震撼。那一刻我才惊醒，我们深信不疑的生命终结，竟和佛陀讲透的生死密码完美契合。身体不过是暂时的客栈，充满欲望的灵魂却总在不停赶路，永远停不下来。今天我们不讲玄学，就用大家最熟悉的人生如戏、放映机和剧本逻辑，解开藏在佛法里的终极密码。当你听懂了今天的内容，你不仅会放下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更会明白，你每天面对的那些让你痛苦不堪的家庭琐事，其实都只是你可以随时喊卡的虚幻剧情。这份对肉体衰竭与彻底消失的深深恐惧，其实不止我们现代人有。为了解开这个生死密码，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到13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当时的武则天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女人，她拥有无尽的财富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和我们现在许多中老年朋友一样，随着年岁渐长，这位女皇的心里也藏着一个巨大的心结。她看着自己曾经倾国倾城的容貌逐渐衰老，看着自己曾经强壮的体魄
一天天变得虚弱。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像沙漏里的沙子一样，一点一点地流逝，而且永远也无法倒流。在时间和死亡面前，即使是高高在上的女皇，依然感到无比的无力和脆弱。为了解开心中的恐慌，武则天请来了当时极具盛名的高僧，也就是华严宗的三祖法藏大师，为他讲解佛法中关于生命真相的经典。可是佛理太过深奥，什么是生灭，什么又是不生不灭？武则天听得一头雾水。法藏大师看出了女皇的困惑与焦虑，他没有继续卖弄学问，而是指着皇宫大殿门前一尊威风凛凛的金狮子，说出了一段流传千古的金狮子公案。法藏大师对武则天说：“陛下，您看这尊金狮子，它有威武的狮头，有锐利的爪子，有栩栩如生的毛发，这些我们肉眼能看到的狮子的形状，是工匠辛苦打造出来的。既然是被制造出来的，总有一天会随着时间风化、损坏，甚至被人丢进火炉里，熔毁殆尽。在佛法里，这叫做生灭，也就是有生必有死。”听到这里，武则天的眼神暗淡了下来，因为这尊总有一天会毁坏的狮子，就像是他那具正在老化的肉身。但法藏大师接着话锋一转，他说：“可是陛下，您别忘了这尊狮子是用什么做的？是用纯金打造的。无论这只狮子的外形被岁月磨损成什么样子，甚至被完全融成一滩金水，重新打造成一个金碗、一条金项链，这块黄金的本质从来没有增加过一分，也没有减少过一毫。狮子的相貌会生生灭灭，但黄金的本质却是不生不灭。”这段话就像是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武则天的心。想象一下当时的画面，大殿外秋风瑟瑟，这位曾经叱咤风云，踩着无数鸣枪暗箭才登上帝位的女皇，此刻卸下了朝堂上的威严，只是一个满头白发，对死亡充满恐惧的垂暮老人。他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自己穿戴的华丽龙袍，心里想的是，朕拥有天下的疆土，拥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为什么却留不住自己的一寸光阴？他甚至试图用求仙问药来挽留青春，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面对法藏大师指着的那尊金狮子，武则天起初是不屑的，她觉得一尊冰冷的器物怎么能和人相提并论？但是当听到黄金的本质从不增减时，她脑海里的一生过往瞬间浮现。她突然明白，不管是当年那个青涩的才人武媚娘，还是后来权倾天下的则天大帝，甚至未来那个行将就木的自己，都只是随着时间被熔炉不断重塑的虚幻相貌而已。在这看似波澜壮阔，实则危机四伏的短暂人生里，那个支撑他一路走来，能够感知痛苦与荣耀的清净本心，就如同那纯金的本质，从他入宫的第一天到垂垂老矣的现在，根本没有受过岁月的半点侵蚀。这其实也是我今天最想告诉你们的核心真相。我们每个人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就是那只狮子。我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白了，脸上长满了皱纹，关节开始酸痛。我们看着这具被称作身体的躯壳一天天耗损，心里充满了悲哀。我们害怕身体坏了，自己就彻底消失了。我们完全被这个生灭变化的影像给迷住了，彻底失去了对生命底层的掌控权。但是你仔细体会一下，你那个能够看见自己脸上长皱纹的感知能力，那个能够感觉到膝盖酸痛的觉知，那个能够明白世界正在变化的明白，它长皱纹了吗？它变老了吗？既然它从你年轻到老都没有变过，它又怎么会随着你肉体的死亡而跟着消失呢？回到我们最熟悉的电影放映机逻辑来比喻，
我们这具肉身就像是那只金狮子的外形，就像是一台用了好几十年的老旧放映机，外壳磨损了，镜头花了，零件老化了，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物理衰退。可是，只要你接通电源，那个负责投射光影、照亮万物的底层光源，从它亮起的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变老过。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把镜子里的影像当成了自己，而忘记了自己其实是那面澄澈的镜子。无论镜子前面走过的是年轻的容颜，还是衰老的面庞，无论镜子外面是繁华的盛世，还是荒凉的废墟，镜子本身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从来没有被染污过。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清净本性。当你真正听懂了法藏大师的金狮子，你就会明白，死亡不过是那只陈旧的狮子相貌被熔毁了，准备重新打造成下一个崭新的形态而已。那个纯净的你，那道永远不会熄灭的觉知之光，从来就没有受过伤。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像黄金般纯粹的觉知，那为什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会觉得像活在地狱里一样，每天充满了疲惫与无力感呢？我们每天面对的那些让我们血压飙升的烦恼，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要解开这个日常烦恼的死结，我们再来听一个禅宗里非常精彩的故事。在隋朝的时候，有一位年仅14岁的小沙弥，名叫道信。他后来成为了禅宗的四祖，但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充满烦恼的年轻人。有一天，他去拜见禅宗的三祖僧璨大师。道信一见到大师，就跪在地上痛苦地哀求。他说：大师，请您大发慈悲，教我一个可以彻底解脱的法门吧。我活得太痛苦，太不自由了。僧璨大师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愁容的年轻人，没有教他打坐，也没有教他念经，而是平静地反问了他一句话。大师问：是谁绑住了你？道信愣住了，他左看看，右看看，仔细回想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人绑住我啊。这时候，僧璨大师笑了，他说：既然根本没有人绑住你，那你又何必到处求什么解脱呢？在去拜见僧璨大师之前，这位年轻的道信为了寻求所谓的解脱，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他日夜打坐，甚至连睡觉都不敢躺下，生怕一个懈怠就堕入了无边的烦恼之中。他强迫自己不去想人世间的悲欢，拼命压抑心里的杂念，觉得自己就像是背着一座沉重的大山在赶路，越是想挣脱，那根无形的绳子就勒得越紧。他满心以为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禅师一定会传授他一套高深莫测的口诀，或者指点他一个什么神秘的阵法，好让他能挥剑斩断这3000烦恼丝。可是就在僧璨大师那句云淡风轻的反问落下的瞬间，道信恍然大悟。他发现自己这14年来一直是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幻影搏斗。那些让他痛苦不堪的规矩，让他感到压抑的执念，其实都是他自己一砖一瓦在心里砌起来的牢笼。这就好比一个人在睡梦中被猛兽追赶，吓得满头大汗，拼命呼救，可只要醒过来就会发现根本就没有猛兽，也没有那根捆住自己的绳子。道信当下的那份轻松与释然，正是源于他终于看破了这个作茧自缚的滑稽骗局。这句没有人绑住你，就像是一把利剑，瞬间劈开了道信脑海中的迷雾，让他当下就豁然开朗。其实道信的痛苦正是我们现代每一个中老年人的通病。我们总觉得自己被生活绑架了，被婚姻绑架了，被孩子绑架了。我们这些在红尘中摸爬滚打几十年的人，每天早上一睁眼，脑子里就涌现出无数的念头。你想着今天
要早点去传统市场买新鲜的青菜。你想着老伴昨晚抱怨的那几句难听的话，你想着孩子在台北打拼，房贷压力那么大，该怎么帮一把？你随着这些念头喜怒哀乐，你觉得自己被这些情绪死死地绑住了。你觉得这就是你真实的人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因为伴侣的一句话而大发雷霆。比如你辛苦做了一桌子菜，伴侣吃了一口，眉头一皱，随口说了一句怎么这么咸，你的心里立刻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爆炸了。你觉得他不尊重你的劳动成果，你觉得他总是在挑剔你，你觉得这几十年的婚姻简直是索然无味。你顺着这个愤怒的念头开始翻旧账，把几十年前的陈年旧账全都翻出来吵一遍，最后两个人大吵一架，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搞崩溃了。我们对孩子的牵挂也是一样的，孩子长大了，离开了家，有了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心却始终悬在他们身上。我们担心他们吃不好，担心他们工作压力大，担心他们的婚姻不幸福。只要孩子一天不回讯息，我们的脑子里就能自动生成100种可怕的灾难场景。我们把这种深深的担忧当成了父母的爱，却不知道这种沉重的情绪不仅让自己活得疲惫不堪，也会给孩子带来无形的窒息感。可是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却又无比真实的真相，这些愤怒、焦虑、担忧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你。如果用人声放映机的逻辑来解释，当外界的刺激发生时，比如伴侣的一句抱怨，孩子的一段未读讯息，你的大脑接收到这个讯号后，就会基于你过去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和受伤经验，自动播放出一段陈年的悲情电影。这些情绪就像是你走在路上，突然被人硬塞进手里的一张劣质推销传单。伴侣嫌菜太咸，心里就自动上演一出叫做愤怒的苦情戏。孩子不回讯息，心里又上演一出叫做焦虑的灾难片。根本没有任何人绑住你，是你自己看到了这些虚幻的剧情，不仅没有从观众席里走出来，反而还入戏太深。你一跟着剧情走，就开始想东想西，越陷越深，最后被这些虚幻的烂剧本彻底控制了你的喜怒哀乐。你把临时上演的苦情戏当成了真实的人生，你把脑海中生灭变化的烦恼当成了真正的自己。这就是你觉得生活无法喘息的根源。就像僧璨大师说的，根本没有人绑住你，是你自己用那些虚幻的念头把自己五花大绑了起来。当你明白了这些情绪都只是一堆随时可以喊卡换片的虚幻剧情时，我们就要进一步去探讨一个更深层也更震撼的问题。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不断地重复演出这些旧剧本，不断地累积出各种贪婪和愤怒的执念。当我们的肉身彻底下台的那一天，这些沉重的执念究竟会把我们带向哪里？这就牵涉到宇宙中最精密的一套因果法则。如果我们的念头只是一段虚幻的剧情，那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其实都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编写着自己的命运脚本。这就来到了今天最核心也最震撼的问题：当我们迎来肉身谢幕的那一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人觉得轮回就像是小时候听长辈说的那样，死后会有一个面目狰狞的阎罗王坐在大堂上，拿着生死簿，一笔一笔审判你这辈子做了多少好事，多少坏事，然后决定你要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深的误解。佛陀从来不是一个掌握着生死大权的裁判，他只是一位发现了宇宙运行规律的觉悟者。他告诉我们，根本没有人在高高在上的审判你，
轮回其实就是你这辈子日积月累写下的剧本大纲。你在活着的每一天，每一次对金钱的贪婪，每一次对伴侣的怨恨，每一次对别人的嫉妒，其实都在你的潜意识里刻下了一道顽固的烙印。在佛教里，这个东西叫做业力。业力不是什么神秘的诅咒，它就是你日积月累形成的思想偏好和行为惯性。你每天都在抱怨生活的不公，你每天都在看别人不顺眼，你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种下负面的种子。这些种子日积月累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它会遮蔽你的眼睛，让你只能看到世界上丑恶的一面。它会控制你的耳朵，让你只能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最后，你硬生生地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充满怨气的沉重包袱。当你身躯这台放映机宣告罢工的时候，你这辈子写下的业力剧本并没有消失，它们形成了一股庞大的能量，也就是佛法里说的中阴身。这个时候，让人震撼的轮回机制就开始了。这个包含了你所有执着与偏好的能量包，会在宇宙之中自动搜寻下一个能够上演这些剧本的舞台。这就好比一部充满暴力和厮杀的黑帮电影，它一定会去寻找一个充满了江湖恩怨的时代去上演，它不可能在一个安宁祥和的文艺片场景里播放，因为环境根本不匹配。如果你的内心写满了贪婪，总是觉得拥有的不够多，总是想要占有更多的东西，在佛法的比喻中，这就如同你的能量包被精准吸引到了恶轨道的舞台上，你的人生会永远处于一种极度的匮乏感之中，无论得到多少都无法满足。如果你的内心写满了仇恨，总是充满了攻击性和报复心，那就如同被地狱道的环境吸引，陷入无尽的愤怒和痛苦之中，相互折磨。相反地，如果你心里虽然有烦恼，但也写满了善良、宽容和道德，你的能量包就会匹配到人道的舞台上，重新获得一个人类的肉身。所以，轮回仅仅是一场极度精准，完全由你自己的业力驱动的自动匹配。只要你潜意识里的贪嗔痴没有被彻底清空，这个无限轮播的机制就永远不会停止。这就是我们在生死中流转不息，永远觉得疲惫不堪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我平时多去庙里烧香拜佛，多捐点香油钱，佛祖就会保佑我死后去一个好地方。这其实是搞错了方向。因果的规律是客观的，它只认你内心的真实状态，不认表面的形式。如果你满脑子都是自私和贪婪，就算你天天跪在佛像面前把头磕破，你的执念依然会循着惯性，自动流转到痛苦的频段去。你的命运，你的去向，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你每天起心动念写下的剧本，才是决定你未来命运的唯一标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现代人活得这么累。我们每天都在被各种各样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想要更大的房子，想要更贵的车子，想要孩子考上最好的大学，想要伴侣对自己体贴顺从。当这些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痛苦，开始抱怨，开始产生怨恨。这些负面的情绪就像是屋子里的陈年垃圾，越积越多，最后把我们的内心空间全部占满，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无比沉重，甚至随时面临崩溃的危险。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有些绝望，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坏习惯不断累积，最后把我们彻底压垮吗？别怕，佛法之所以慈悲，就是因为它在无情地揭开现实的虚幻之后，又温柔地交给了我们一把可以彻底清空这些心灵垃圾的钥匙。为了让你更具体地感受到这把钥匙该怎么用，我想和你分享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情境。
我认识一位年近60岁的退休母亲，我们就叫她林妈妈吧。林妈妈大半辈子都在为家庭操劳，现在孩子们都长大到台北去工作了，家里只剩下她和老伴。可是林妈妈的生活并没有因为退休而变得轻松。如果你走进她的家，会发现屋子里堆满了孩子们从小到大的旧东西，国中的制服，高中的参考书，早就坏掉的旧玩具。每次家人劝她丢掉，她总说这些都是回忆，舍不得扔。但比这些实体物品更让人窒息的是她心里的囤积症。林妈妈每天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盯着手机荧幕。她常常发讯息给在台北上班的儿子，叮咛他按时吃饭，注意天气。然后他就开始漫长的等待。只要看到通讯软体上显示了已读，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林妈妈的大脑就会开始疯狂运转。儿子是不是生病了？是不是工作出包被老板骂了？还是他嫌我烦，不想理我了？林妈妈常常因为这些猜测，整夜的睡不着觉，白天也觉得胸口闷得喘不过气。走进林妈妈的家，你还能看到墙角堆放着几双儿子国中时穿破的球鞋，鞋底都已经老化开裂了，她却总觉得上面还留着孩子当年在球场上奔跑的影子。每当夜深人静，老伴已经在打呼，林妈妈就会一个人坐在客厅那个昏暗的沙发上，翻看着手机里儿子几天前发来的简短回复。如果儿子说了一句最近有点累，他就会立刻联想到新闻里那些因为过劳而生病的年轻人，然后急得胃里一阵阵痉挛，眼泪不住地往下掉。他甚至会自责，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母亲，帮不上孩子什么忙。这种深沉的牵挂，就像一条无形的铁链，把他紧紧拴在了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恐慌里，让他一刻也不得安宁。他觉得自己是太爱孩子了，才会这么痛苦。可是我看着他，却觉得非常心疼，因为用我们今天讲的业力与执念的逻辑来看，林妈妈的心就像是一间塞满了几十年破铜烂铁的老屋子，那些舍不得扔掉的旧物，那些对孩子无微不至却充满焦虑的牵挂，其实都已经不再是当下的真实，而是潜意识里残留的历史包袱。林妈妈的内心空间已经被这些名为亲情担忧的杂物塞得满满当当，达到了 99% 的饱和状态。屋子一旦没有了走动的空间，空气就会变得沉闷，让人窒息。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的。林妈妈那种胸口发闷、夜不能寐的痛苦，就是她的生命正在发出的超载警报。她把这些过度担忧的沉重包袱当成了母爱，却不知道真正的爱应该是轻松的、流动的，而不是这种会把母子双方都压得喘不过气的沉重负担。当我们的心被这些旧包袱塞满时，我们就失去了感受当下美好生活的能力。我们吃着一桌好菜，却尝不出味道；看着窗外的明媚阳光，却觉得刺眼，因为我们的心早就被杂物堵死了。有一天，我陪着林妈妈喝茶，把这个老屋子的比喻讲给她听。我对她说：林妈妈，你那个永远牵挂孩子的心，就像是你内心深处那个能包容一切的房间，它是无私的、纯净的。但是你现在必须学会区分，什么是你亲近的真心，什么是习惯性冒出来的焦虑妄想。孩子已读不回，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你脑海里演的100种灾难小剧场，全是你自己瞎编的苦情戏。我劝他试着在心里按下那个断舍离的按钮，当焦虑再次涌上心头的时候，不要顺着那个情绪去胡思乱想，而是像看着天上的浮云飘过一样，静静地看着那些担忧，告诉自己，这只是过去几十年的习惯所产生的无效包袱，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了。
那一天的下午，林妈妈沉默了很久。几周后，我再见到她时，她的气色好了很多。直到那次喝茶之后，林妈妈不仅清理了那些沾满灰尘的旧物，更重要的是，她开始练习在心里给自己的情绪断舍离。有一天下午，当她把最后几个装满旧参考书的纸箱递给回收站的老板时，她抬头看了一眼久违的蓝天。那一刻，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压在胸口几十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她终于明白，对孩子最好的爱，不是用沉重的担忧去捆绑彼此，而是用自己内心的安定去默默祝福他远方的路。更重要的是，现在当他发完讯息给儿子，看到已读却没有回复时，他会在心里对自己说：好，我知道他看到了，现在我要去浇花，去散步了。他不再让那些杂念占据他的内心空间，他的生活终于重新找回了顺畅运作的节奏。林妈妈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缩影。既然我们知道了烦恼的来源，也知道了清空内心的重要性，那我们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到底该怎么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防护网呢？在这个飞速运转的时代，想要找回内心的平静，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深山老林里闭关打坐。我们温暖的家，家里的厨房，每天坐着看电视的客厅，就是最好的修行道场。我想教你在日常的柴米油盐里做3个非常具体，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跟着做的清心练习。只要每天练习，你就能随时随地重启自己的人生。第一步，争取1秒钟的停顿，化身为冷眼旁观的观众。从今天开始，当那个让你血压升高的伴侣再次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挑剔你做的饭菜，或者当孩子又做出让你无法理解的决定时，请你不要像以前那样立刻启动大脑里的反击机制。你要在心里为自己争取1秒钟的停顿。这1秒钟的停顿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在这宝贵的1秒钟里，你要把自己的视角抽离出来，想象自己是一个坐在台下冷眼旁观的观众。你静静地看着自己胸口升起的那团怒火，看着自己的呼吸变得急促，看着自己的拳头慢慢握紧。你在心里对自己说：看，心里又开始上演名叫愤怒的烂片了。第二步，不入戏，不压抑，让烂剧本自动落幕。当你认出这只是一段因为外界刺激而自动播放的旧剧情时，最关键的一步来了，绝对不要跟着剧情走，不要顺着情绪去想，他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我这辈子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他，因为这就是在给烂剧本喂养能量，让它越演越烈。同时，你也千万不要去压抑这个情绪，不要咬着牙告诉自己，我是个修行人，我不能生气。压抑就像是把垃圾扫到了地毯下面，表面上看起来干净了，但早晚有一天会发臭，会彻底大爆发。你只需要用你那个不生不灭的觉知，静静地看着它，看着这团怒火在你的身体里燃烧。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你不再把这团怒火当成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观察它时，这段虚幻情绪就会因为失去了你的能量供给，慢慢的自动平息，最后彻底消散在虚空中。第三步，睡前3分钟的内心大扫除，回归亲近本心。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当你躺在床上，请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做一个彻底的心灵大扫除冥想。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心灵的焚化炉，把白天别人对你的批评，你对健康的担忧，对金钱的焦虑，甚至是对家人的牵挂，全都化作一个个沉重的包袱，毫不犹豫地把它们丢进焚化炉里。然后
在心里重重地告诉自己，今天这场虚幻大梦已经结束了，我不需要把今天的沉重包袱带到明天。当你把这些执念与标签彻底烧毁后，去感受那种没有任何负担、无比轻盈的状态，那就是你生命最纯净的本来面目。当你一次又一次地在生活中进行这样的练习，你就是在滴水穿石地清理你内心深处的杂质，每一次不被情绪带走，每一次不被贪婪诱惑，你都在拿回自己生命的主导权。当你的内心被清理得越来越干净，当你不再执着于任何一段生灭的虚幻剧本时，你对死亡的恐惧就会像清晨的薄雾一样，在觉醒的阳光下彻底消散。到了那个时候，当你的内心不再被那些执念绑架，你再回头看这一生所经历的种种，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背叛、夜不能寐的焦虑，甚至是让你觉得如同地狱般的折磨，你会发现，它们不过是一场极其逼真的大梦。你在梦境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梦里流泪流汗，有欢笑也有悲伤。而现在，当肉身躯壳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安然地归于尘土，这场梦也就醒了。死亡仅仅是摘下了那个名为肉身的面具。当你摘下头套的那一刻，你会发现，那个真正看戏的你，那个清净本然的觉知，依然安安稳稳地坐在原本的位置上，毫发无损，从来没有受过一丝一毫的伤害。我们不需要对生命的无常感到绝望，也不需要对未知的命运感到恐慌，因为无论因果法则多么严密，演化业力的轨迹多么错综复杂，它们永远都只是生灭变幻的课程，永远无法染污那份能够觉知一切，却又不被一切所迷的清净本性。那份本性只存在于你的心里，存在于每一个活生生的，虽然带着烦恼，却依然在努力寻找光明的生命里。我想告诉大家，修行从来都不是为了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木头人，也不是为了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神通。修行是为了在这场看似真实，实则虚幻的生命大戏里，找回那个不被任何剧本左右，最亲近也最自由的自己，是为了让你活着的时候能够通透地享受每一个当下，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能够从容地挥手告别，没有一丝牵挂。如果你今天听完我的分享，觉得心里有一扇沉重的铁门被推开了，觉得那些压在心头几十年的对衰老和死亡的恐惧稍微减轻了一些，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喧嚣繁杂的世界里找回你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我邀请你在留言区里轻轻地留下觉醒2个字。这2个字不是一句随意的留言，它是你给自己生命深处许下的一个庄严承诺，它是你向整个宇宙宣告，从今天开始，你不再做那个被业力推着走的盲目提线木偶，你要做自己生命真正的主人。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分享一段你现在最想放下的沉重包袱，也许是对某个人的深深怨恨，也许是让你每天提心吊胆的健康焦虑，又或者是那个让你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的匮乏感。把它们写下来，就像在打扫屋子时挑出那些不需要的废弃杂物一样，然后在这个当下，用你清净的觉知看着它们，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清理出去。只要你认出了那束光源，知道了回家的路，你就已经走在了彻底解脱的康庄大道上。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一起探讨生命真相的温暖角落。让我们互相陪伴，一起练习，慢慢的、稳稳地褪去那些沉重的执着，找回那个本自具足、永远不会死去的自己。如果你身边也有为了家庭操碎了心，甚至夜半失眠的亲友，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也许你的一个分享，
就能帮他们解开多年的心结。如果今天的内容为你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启发，也请帮我按个赞，并轻轻点下订阅，开启小铃铛。这不仅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也能让这份温暖的觉醒力量推播给更多在红尘中需要安定的灵魂。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心无挂碍，在岁月的长河里活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安宁。平安喜乐，我们下支影片见。